头顶一块布，谁不知道沙特这个石油大户，整张脸就写了2个字：有钱。有钱可以是你的运气，你的本事，但你没有足够守护这个本事和运气的实力，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有钱是吧？拿来吧你！沙特就是个有钱没实力的国家。更奇怪的是，就算沙特差到连拖鞋军都打不过，居然没人侵略他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沙特位于阿拉伯半岛，与约旦、伊拉克、科威特、阿联酋、卡塔尔、阿曼和也门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225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3218万人。中东这块地儿干是真的干，但富也是真的富，随随便便往下挖个几十米就次次往外冒石油。尤其是沙特，石油储量近2976亿桶，世界第2多。靠着石油，沙特人均 GDP 高达3.4万美元。更别说在国际市场上，沙特更是以一种不求最好，只要最贵的狗态度，使得他自己也成了别人眼中的狗的户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这财它不外露，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像沙特这么满世界大撒币的行为，就不怕有贼惦记吗？你说沙特要是有一身腱的肉就算了，但沙特有吗？当年胡塞武装恶向胆边生，打算摸摸沙特的老虎须，结果呢，沙特拿着一大堆高精装备，还联系了不少兄弟，但连装备差到被称为拖鞋军的胡塞武装都没打过，还掉了一地装备。更别说中东这块地可不是什么和平之地，分分钟就爆给你看。但奇怪的是，哪怕沙特实力差到这个地步，居然没有国家侵略它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沙特可以说是有钱没实力，但有国家侵略它吗？没有，甚至可以说连军事霸主美国都得给人家3分薄面。为啥？难道沙特有什么秘密武器吗？没错，那就是被号称为镇国神器的东风3弹道导弹。这是上世纪沙特从我国购买到的一款导弹。对于这笔买卖还有个小趣闻，当时谈到这大宝贝的价格时，给出的价格是1亿，我们心里想的是人民币，而沙特却是美元，把双方都给弄懵了。一个没想到呀，居然可以这么赚，另一个呢，觉得这价格不要太便宜，大手一挥直接订购了35颗，搞得我国还有点不好意思，多送了1颗。至于沙特为啥要买这个武器，那是当时他周边的邻居不安稳，打起来了，出于自身的安全，就想买这个东西防防身。本来找的是美国，谁知道美国不卖，这才找上我们。不过也正是这次的购物经历，帮沙特逃过一劫。那时伊拉克领着大军都跑到沙特门口了，沙特就赶忙的拿出了自己买好的装备，来回在电视上放，还真的就把伊拉克的大军给吓退了。除此之外，别看沙特这副模样，可人家可是实打实的中东老大哥，手握2大伊斯兰圣城，除了一个以色列，周边又清一色的都是伊斯兰国家，除非你的实力能搞到美国那个程度，不然侵略沙特就相当于领兵攻打梵蒂冈一样，你得承受住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怒火。话说整个世界就算是美国不是必要时刻都不敢这么做，其他人还有什么实力呢？到时候纯就是送菜。如果说只是因为有导弹和宗教头的理由就不被侵略，这理由还是有点不够。主要是沙特他的人呢，有钱那是真花呀，在国际上不论是和我国还是欧美等国关系都很好，在哪里都能很吃得开。为啥？那是因为沙特在撒币的时候那叫一个慷慨解囊，而沙特呢也知道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那都不叫事，反正这多少有点交保费的意思。毕竟能像沙特一样不求最好只求最贵的国家，只能说不多了。不仅没人侵略沙特，相反，甚至还有人要保护沙特。要是没了沙特，那损失的可是自己呀。况且沙特虽有钱，但不闹事儿，只要不是特殊情况，买回来的大宝贝10几年都见不到一次面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积极打击恐怖组织，给自己积攒了不少的好人缘。不管在哪方面，都没给人留下什么话茬。去年，沙特还在我国的帮助下，还和自己的死对头伊朗达成了和解，这一下就更没有谁敢做出入侵沙特的行为。不过现在说没有，不代表以后没有。钱虽然能换来安定，但这份安定绝对不可能是永久的。且不说石油总会有一天会挖完，那倒是没了钱，沙特还怎么靠钱买平安呢？再说了，中东某霸王还在打仗呢，万一哪天局势突然恶化，没有军事实力的沙特又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国家呢？不过沙特能在这片土地立足，除了有钱外，就是有个很会用钱的脑子。就目前来看，这个办法还是可行的。不过在执行的时候，要为将来做好有底牌的打算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那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